郎君，咬钩了。是，陆侍郎带人上了刘畅的船。船上所有人听令，一起站成一排，等待搜查。 宁王有走私之嫌，郎君便送他女婿转运副使一职。他们吃了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，可不知道这肉里有刺，会卡了喉咙。今月过去之后，宁王的财路就彻底断了吧？岂止是财路，师爷没告诉你他们运的什么货吗？您还不知道他吗？嘴严，他连梦话都不说。宁王野心滔天，想要握住兵权，便要备足诚之式的战用武器。你当他之前用什么私制的兵器啊？那刘畅连铜矿和铁矿都敢运啊！他借宁王的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行吧。郎君，这鱼肉太腥了，我吃不惯。拿去喂野猫。啊，花娘使未调，开春第一尾鱼，不慎着了风寒，明日只得告假，无法亲眼看龙颜大怒，刘畅下狱了。郎君谋划已久，今日事成，是应该歇一歇，而且免得宁王怒火冲天，烧了无辜之人。陆侍郎，这么大阵仗，所为何事啊？刘军，本官接到检举，说有人违反漕运规章，趁夜私运进货，特来查证。不知刘军为何在此船上？陆侍郎说小了，刘某掌管漕运事宜，此船运货早已报备批准，何来违规一说？陆兄怕是要白跑一趟吧？原来是刘军特批。这么说，检举之人是造谣陷害了？正是。本官既已上船，船上有无进货，一查便知。若真是虚惊一场，必定向刘军好好赔个不是。送。是。慢着。陆侍郎可想清楚了，刘某这背后啊，是宁王府。你今日如此冒犯，可是要与宁王为敌啊！刘军，莫要为难本官，职责所在。此船若真干净，本官明日便去宁王府上负荆请罪。送。是。4更天已过，姓陆的为何突然登船？回大王，此次运货刘军安排的极其隐蔽，实在不知是何时暴露的。都让人登船了，还说极其隐蔽？这要是让他们发现了船上的东西，圣人必定会察觉咱们私设军器房之事。大王安心，刘军办事思虑周全。虽然咱们的货船被劫了，可我们的大计未必暴露。你作何解释？臣知罪。就知道说臣知罪。
你倒是跟朕说说，这铜铁锻造的塑像是怎么回事？回禀陛下，家父向来信奉鬼神之说，近些年更是愈加痴迷。他被撤职之后，身体抱恙，四处求神拜佛，这才听信了大师的指点，邀请99尊神仙来镇宅，方能痊愈。罪臣为表孝心，这才私下铸了这些神仙像，想献给父亲，作为寿礼。这么说来，朕还要夸你是个大孝子呢。近100尊雕像，一路声势浩大的运进库中，沿途百姓都看在眼里。如今街头巷尾传得沸沸扬扬，朕的颜面何在？你身为转运使，滥用职权，知法犯法，谁人还敢相信官员，相信朕？陛下所言极是。据臣所知，郑尚书上任以来，联手刘畅，私运贡品，售卖大量的外邦器物，同时收取贿赂，包庇奸商，因此百姓苦不堪言。郑尚书竟然还敢贪污受贿，严查，必须严查。陛下，臣冤枉呀！陛下，本王与寿德相识多年，深知其秉性，绝不可能徇私枉法，这其中必有误会。是呀，陛下。宁王替郑尚书担保，朕自然相信。可是皇兄觉得此事该如何问责呀？刘畅，权柄甚大，却不知感恩圣宠，竟然以权谋私，理应重罚。请陛下罢免其转运使一职。皇兄，这可是你的乘龙快婿啊！国事当前，本王绝不敢顾及私情。相反，刘畅辜负了本王与县主的信任，更应重罚。好一个大义灭亲啊！宁王当真国之功辜。刘畅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臣认罪，无可辩驳。好吧，那就按宁王说的办。此外，为了让百姓安心，这漕运也得好好整治整治。陆侍郎缉拿有功，转运使一职日后就交给你了，替朕好好的管，务必杜绝私运、贪腐之风。臣领旨。来，可觉得不甘心？不敢。郑尚书身居要职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只好委屈你了。小婿明白。但你这次做得好呀！铜铁塑像虽然被查，但是你父亲信奉神佛之事，很多官员也是知晓的，所以尽孝的说辞，你还说得过去。若真是让陆侍郎查到了生矿，那才是大麻烦。哎，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圣人觉得丢了面子，才要求彻查。不过，就是做做样子罢了。待日后他有了新的乐子，自然会忘了此事。到时候
本王有的是机会让你重返朝堂。多谢大王提携。最近做事要低调些。军器坊暂时解散，各自避避风头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既然搁置在家，正好多陪陪县主，也算是一桩好事。小婿明白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把东西抬好了。贺店主，过去在你铺中也进了不少名贵药材，如今何家落魄了，我也不想赶尽杀绝。不过，若是下个月初5你还是还不上账，就不是这2箱东西能够解决的了。是，多谢丁店主体恤。哎，你家那长女在长安混得风生水起，怎么也不知道好好孝敬你这父亲。若不是今天亲眼看你家中零落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哭穷的呢。走了。丁店主慢走。这个丁店主真是贪得无厌，那可是上好的2箱字画，白送给他了，也不说宽限些时日。那么大的亏空，下月初5如何还得上啊？马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马儿？啊？哎呀，你可有受伤啊？啊？马儿，为何摔了盘子？桃酥不好吃。哎呀，不好吃就不吃嘛，阿娘再给你做新的啊。做的都不好吃，我要是避方斋的点心。行，那一会儿阿娘着人给你买去还不行吗？买什么买？如今宅中人人皆宜做事，你的好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富家子弟呢？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还小，是个孩子，哪懂这些呀？还小，不但他这么大的时候，不经10问断字，还能帮我计算账目，从不让我费心。那你此时说这些，又是何用意啊？他何为芳再好，可有念着你半点好了？他自从去了长安，除了寄回几封家书来，可有想着回来探一次亲？他现在可是花商之首，那方圆里用着金山银山呢，可有想着回来帮衬咱们？那方圆，本就是他母亲留给他的。当年我们为了生意将园子卖了，本就对不住他。不但在长安，定是受了不少的苦。如今，他靠他自己的本事，做上了花商之首，我又有何颜面要求他帮忙啊？颜面，你们父女俩就知道个颜面，那颜面是能当金挺，还是当闲薄使啊？你也不看看，咱们这个家都败成什么样了？要我说啊，他何为芳但凡还有半点子孝心，就应该带着千匹绢帛，赶紧回来向我们谢罪才是。你不可理喻！阿娘，阿爷为何如此动怒？与你无关，你阿爷啊是气你的阿姐不忠不孝呢。生气有何用？姐姐是咱何家的人，做错事家法处置便是了。他算哪门子何家人呢？他马儿说的对，马儿说的对呀。你这个姐姐啊，但凡还一日姓何，那便一日
别想跟我们脱离了干系。走，阿娘带你买点心去。走。这是哪儿？这是咱未来的金疙瘩。姨娘，父亲他近来还好吗？都挺好。看到你在长安如此富足，姨娘也很是欣慰。你父亲在洛阳时时惦念着你。这些糊饼是他特地叫我带来给你吃的。他为何不亲自过来？唉，牡丹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何家呀，是一年亏过一年，如今已是家徒四壁了。你父亲四处奔波，忙着还债，哪儿还脱得开身呢？怎会如此？父亲当年也是数一数二的商户，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你又不是不知。你和刘畅成亲那年，何家为你贴补进去多少啊？后来你从刘家逃走，那众人都以为你死了。刘家不仅不再帮衬，反而还处处为难，我们哪儿斗得过关呢？那其他人也是见风使舵的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呀？牡丹，你如今这潇洒快活，可是整个何家的安危换来的呀。我明白了，我收拾一下细软，回趟洛阳，与父亲商量一下解决之法。别！你父亲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可不就是拉不下脸才让我来找你的吗？那你就算回去了，他也不会见你的。可若是我不回去，我如何帮父亲打点生意呢？说的也是啊，你们父女俩啊，姨娘知道，这心里都记挂着对方。你父亲在洛阳家里呀，天天念叨着你，说他觉得有愧于你，还说你呀，喏，像马儿这么大的时候啊，就已经知道帮着他算钱理账，孝敬得很。如今父亲有难，哪怕他不见我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管。这样，我差人先置办一些玉器，还有丝绢，你带回去，解燃眉之急。这几日，我会联络长安的药商，想办法牵线搭桥，让父亲的生意重新做起来。好，牡丹有心孝顺，姨娘甚是欣慰。只不过，你说的这些个法子，它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何家的困境啊。姨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姨娘跟着你父亲这些年，生意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，你又何必瞒着姨娘呢？长安城谁人不知，这方圆才是你身材的根本呐。不是父亲叫你来的。牡丹何出此言呢？自然是你的父亲叫我来的。我深知父亲的秉性，他对母亲用情至深。母亲生前最珍惜的便是方圆，父亲深知这一点，怎会向我讨要？姨娘瞒着父亲来到了长安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。但可惜，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一分一毫，更夺不走这个方圆。来人，送客。请吧。牡丹，你误会了。牡丹，
如今何家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看看马儿，你看看你阿弟，他还如此年幼，你忍心看着他跟着我们一起忍饥挨饿、风餐露宿的吗？不忠不孝的无理俗妇，我才不认你这个姐姐！不许说这句。父亲有句话，确实没有说错。我8岁的时候，便跟着他跑商铺做生意，算盘拨得比账房先生都要快。若是你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，定不会让你过上忍饥挨饿的日子。毕竟，他又忠又孝，又明事理。马儿可是你父亲唯一的子嗣，将来是要继承何氏家业的。你竟如此偏损于他，等他将来当了何氏家主，回了洛阳，你可是要向他下跪磕头的。真是笑话！我早已自立门户，他当谁的家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面前站着的可是名满京城的花满珠店主，你让他跪？你看看那墙上挂的字，那是圣人亲手写的。我劝你说话还是客气些。你一个小小的贱婢，你说谁贱婢呢？我们方圆可没有贱婢。哎，你们这儿若是再不走的话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何为芳，你的良心莫不是被狗吃了吧？若不是你当年逃家的时候带走了我何家一盆名贵的牡丹，这才有了发家的本钱。怎么，如今风光了，想要翻脸不认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如今这泼天的富贵，就理当有我何家的一份。我在长安白手起家，几度危难起伏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们任何人。而如今，你想来分一杯羹了？我告诉你，这琼台玉露是母亲所种，方圆是她留给我的嫁妆。父亲有难，我自会与他商量。但是这一切跟你毫无关系。来人，送客！我不走。哎，你别碰我！你们别碰我！我不走！阿娘，何为芳，你母亲不是必死的。等下，你说什么？你母亲当年并非染了病，而是被下了毒。走。接着说。下毒的是他的仇家，且此毒无药可解，唯有紫溪丸可以试，所以当年你父亲才拼了命的去找他供药。你以为你胡诌几句，我就会信你的话吗？母亲生前待人良善，除了种花，不染俗世，哪里来的仇家？那只是你不明真相罢了。他不仅有仇家，钱大人还恨他入骨。想来是他自知罪孽深重，所以才没有将此事告知你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什么样的恶疾会突然发作，且短短数月便撒手人寰？你是自小接触药材的人，可曾见过这样的怪病？如何证明你说的是真的？我知道此人是谁。给我5000匹绢帛，我便将此人的姓名告知于你。是真是假，你一探便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吴红是洛阳人，曾在长安做贵人家仆。几年前，他回老家探过一次亲，正是何夫人生病那段时间，日子对得上。他回洛阳探亲前，一直住在长安，应当和母亲无冤无仇。他为何要害母亲？这个实在没查到。不过此人古怪得很，他回到长安后销声匿迹了一阵子，甚至换了名字，深居简出。他
他若心中没鬼，为何要这般？他如今人在何处，在做什么？他在城外经营着一间孤幼病坊，平日也没什么异常，周围乡邻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慈善亲和，对孩童甚好。你可有他的画像？小夫人来了，外面天凉，快进来烤个火吧。不必了，我有些话想问您，麻烦您出来一下。阿康，带他们继续读传奇。好。你本名叫吴红，是与不是？是。洛阳何家药铺的店主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是你下毒杀了我母亲，对吗？是我。为什么？那一年，死的何止你母亲一人？那年，我得知家里遭了水患，便匆匆地赶回了洛阳，心里灾后大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爹娘、妻儿都死在了我的面前。你可曾体会亲人尽丧的绝望？可这些跟我母亲有何干系？水灾死的是我们贫寒人家，病灾死的还是我们贫寒人家。那些官吏、富商全都躲在宅子里避疾，他们得了病也不怕没钱买药，而我们呢？我们这样的人只能等死，我怎能不恨？你可知，最后死在我怀中的是我那尚未及笄的孩儿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死不瞑目。我当时满心的仇恨，只想找个人给我的亲眷陪葬。可高门大户岂是我随便能够进入得了的？我到处游荡，终于寻找到了机会，进入到了一所宅子。你的母亲，她认出我不是平日给他们送菜的农户，我便跟她说，我的家人都已经死了，无钱下葬，我才找了这活。她便给了我2吊钱。我不需要她的施舍，我也不需要他跟我装什么善人，我只想让他给我的家人陪葬。你举家沮丧，就让我的母亲为你的家人陪葬。
我母亲从未害过一个人。可你一家和和美美，我却家破人亡，这又是凭什么？要怨，只能怨你母亲的倒霉。是我母亲怜你不幸，才给你害了她的机会。是你是非不分，如今还没有愧疚之心。你既然已经找到我，那也是我的命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吴丹，随之。斯人已逝，你杀了吴伯又有何用？你知道为什么瞒我？为什么瞒我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算你杀了他，你的母亲也不会回来。江朝阳，你我俱是丧母之人，我曾经以为你是懂我的。让开！我让你让开！随之。疯了！你疯了吗，江朝阳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。吴伯亦是可怜之人。吴丹，放下吧。可怜之人？难道我母亲就不是可怜之人了吗？我母亲病重时，叮嘱我善待院中下人，特别是吴伯。这些年，吴伯清苦度日，尽心照顾院中孩童，他一直在赎罪。赎罪就能让我母亲活过来吗？赎罪就可以改变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？我母亲一生为善，亲手做了那么多的药包，发给看不起病的灾民。现如今杀我母亲的凶手就在这里，你却说让我放下，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这些年，吴伯看着我长大，陪着我送走了母亲。如今他也如我亲人一般。我不能让你伤他。小夫人，吴伯，不必多言。江长阳，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一个不辨忠奸、不明事理之人。之前是我看错你了。
郎君，小夫人已经搬离江府了。阿娘，眼下药铺肯定缺人手，我想去帮忙。水患过后，城中染病者众多，你阿耶让咱们近日都不要出门。可是现在病患如此之多，肯定需要人照看，而我呢，却高枕无忧地躲在家中，我心中实在是不安。如今外面病患多，药材少。你若染了病，多占一副药，那其他病人便少了一副。况且，咱们制此药包，亦是为染病的百姓尽一份力。阿娘说的对。不过阿娘，这次疫病这么凶猛吗？平时只需要用寻常的牡丹入药即可，这次竟然用冰晶牡丹。院中的花都快被采光了。此花的根皮能清热凉血、散诸痛，配以知母、黄柏、生地入药，可解肺脏潮热，正是此疫最需要的药材。咱们种的冰晶牡丹，万里难寻，最是名贵。在这灾祸之时，一株便价值1000金。阿娘，您将这么贵重的药材分给看不起病的灾民，阿娘真好。将9天上的祥云印在药包上，亦有祈福之意。但愿服此药者，都能身体康健，平安度过此劫。一定会的。